你想沒想過，如果有一天碰上銀行搶劫該怎麼辦？普通人當然是老老實實的趴下保命了，但這個男人卻有些特殊。他先是将警徽摘下藏好，然後趁劫匪不注意把槍套上的纽扣慢慢鬆開，在有限的時間裡仔細觀察了每一個劫匪的身高特徵，比如這個人手腕處有傷疤，另外一個人的脖子上貼了膏药，而且他們互相溝通的手勢很專業。劫匪們很快就從金庫和櫃檯裡取走了大量的現金，可就在他們準備撤退時，突然發現了貓膩。一名群眾通過雷哥腰间的配槍认出了他是名警察，并且質問雷哥為什麼不站出來阻止劫匪，而他們的悄悄話剛好被一名女劫匪聽到。Are you a cop? Oh, not a cop. I'm just... Are you a cop? No! 這時女劫匪的同伙已經完成了搶劫，畢竟他們只是為了求財，所以雷哥才僥幸逃過一劫。隨後警方封鎖了現場，雷哥在銀行對面的高樓上發現了掰斷的煙嘴，地上還有類似部隊靴子獨有的鞋印，連負責放風的都如此謹慎，看來這群人不簡單吶。Son of a bitch. 隨後雷哥查到煙嘴上的 DNA 是一名陸軍中士，但這哥們似乎有些做賊心虛了。雷哥只是提了一嘴搶劫，並沒有說是在銀行，結果這小子竟然上趕着解釋自己沒去過銀行。 We didn't say it was a bank. 這不完犊子了嗎？可男人畢竟當過兵，也知曉一些法律，如果警方沒有逮捕令的話，他有權選擇拒絕。千萬別以為這就完了，因為女警在來之前已經監聽了男人的電話，這可是得到法院許可的哦。嫌犯剛剛給這家餐廳的女服務員打過電話，雷哥對女人的聲音可是再熟悉不過了，因為她就是當時在銀行用槍指着他的女劫匪。這還說啥了？走吧。雷哥本想找個安靜的地方好好跟她聊一聊，結果一回頭又看到了洗碗工手上熟悉的傷疤，不出意外的話，這小子也是銀行劫匪之一了。可雷哥追了他幾十條街，愣是讓他給跑了。這哥們的身法和體力還真是驚人呀！好在女劫匪還在控制範圍之內，可雷哥才打算好好試探一番。一名自稱律師的男人出現，壞了他的好事。好家伙，明明劫匪就在眼前，可雷哥連問個話都這麼難。Another word out of you and I'll file harassment charges. 就在他們轉身離開的時候，雷哥突然注意到了律師脖子上的紋身。這小子不會就是那個脖子貼膏藥的劫匪吧？不查不知道，這4名劫匪竟然都是曾在八股拜服役的退伍軍人，而且他們是一個史崔克裝甲車5人團隊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銀行搶劫的只有4個人，第5個人又在哪裡呢？沒錯，這個雙腿殘疾的男人就是第5個人，但他似乎對搶劫的事情一概不知。而且男人不僅在戰場上被炸掉了雙腿，還患上了嚴重的腦震盪，曾經高達140的智商，現在居然連購物小票都記不住了。但好在他有一個不離不棄的妻子，這個人雷哥也認識，就是那名女劫匪。事情已經顯而易見了，劫匪搶劫銀行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幫助男人治療腦震盪。雷哥本打算從他的口中得知劫匪的線索，可眼下的情況他根本開不了口。 I hate this job. 隨後雷哥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，他動用私人關係從國防部的朋友那裡申請到了退役軍人治療授權，這下就不用他們花費1毛錢也能幫助男人治病了。但雷哥的條件是他們4名劫匪要去自首，給搶劫銀行的事情畫上一個句號。就當女人猶豫不決的時候，她的丈夫也回來了，看着自己心愛的人是這副模樣，女人最終做出了決定。事後在雷哥的陪同下將男人送到了醫院，可入院登記時他又忘記自己的名字。 This is Captain Richard Sullivan of the 6th Stryker Brigade Combat Team, 9th Infantry Division. 夫妻倆做了最後的道別，他們相約幾年後带2人都出來时会过上更美好的生活。告別總是那麼的難過和不捨，而在雷哥看來，他不僅是出於同情，更多的是尊重。 Good luck. Hoorah. 等待丈夫的身影逐漸消失在視野之中，妻子也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了。最終他們4個人分別獲刑5年，念在是初犯，所以地方檢察官從寬處理了。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